海拔高度4207公尺，来到大岛 Mauna Kea 山顶，这是夏威夷群岛最高峰，也是太平洋岛屿的第2高峰。电波观测来说，水汽会吸收很多的无线电波光谱。那我们从宇宙来的信号本身就已经很微弱了，如果再经由大气的吸收的话，我们能侦测到的信号就会更弱。高度高、大气稳定是天文观测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这也是为什么 Mauna Kea 是北半球最好的一个观测地点。Mauna Kea 原住民语的白山，因为冬季容易积雪，平时火山红土裸露，寸草不生，却聚集全世界最顶尖的天文台。夏威夷就是赤道以北，所以如果说以观测天体来说，它可以观测北半部的天体，但是由于它的高度高，而且周围都是海洋，所以它也能覆盖更多南半部的观测。刘冠宇是我国中研院天文所派驻在夏威夷的计划工程师，任职超过8年，负责这间东亚天文台的望远镜维护。我发现天文科学其实解释了很多科学的现象，包含相对论，包含人类起源，包含物质形成，甚至量子物理。研究我们的起源，跟我们之后会走向什么地方，走向什么方向，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兴趣的话题。Some branches of astronomy, their goal is to fin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s there life? You know, where is there life in the universe? Our expectation is we will find it. So when it blocks, we want to probably. 我们对宇宙的起源、生命从何而来一无所知。天文学家透过望远镜在宇宙中寻找解答。The terrestrial carousel is going to rotate. Any objection, please call into account 26. 这座望远镜在2014年的时候，是由英国所运作的，但是东亚天文台从2014年到2015年开始接收这个望远镜。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it's on source or not. 东亚天文台创始国包含台、日、韩跟中国，台长由中研院天文所贺增璞院士担纲，拍摄2019年史上第1张黑洞照片，让黑洞不再只是理论，甚至让我们有更多想象空间。假设我们有一天能够变成太空舰队，那时候我们需要能量更大，搞不好需要用黑洞能量。黑洞是一个很好、很有效率的能源产生器。Looking at this just through an optical telescope, you perhaps wouldn't see the star because it would be hidden behind the gas. But by using longer wavelengths, so that's infrared and then radio waves, you can then see through the gas into the objects that are within that dusty region. 宇宙布满杂质遮挡视线，用肉眼看不见，所以天文望远镜的眼睛其实是照相机。这座4毫米波望远镜，大大的天线接收盘，被动吸收从宇宙传过来，介于红外线跟微波之间0.3到1毫米的电磁波。
信号主要由最大的碟子接收之后，反射到我们的次镜。那次镜它可以借由它的移动去把聚焦或者是对准，然后把信号传送下来。那这是我们第3个镜子。那这个镜子主要的功用是，它可以把信号导向我们想要观测的仪器。这些仪器其实都是用在事件望远镜观测的信号处理。那它把信号的频率进行降频解析，然后进行数位化，然后它的数位化之后的信号会借由光纤传到我们底下的储存仪器里面。然后再把数位讯号图像化，搭配频谱，添加颜色，就能把无线电波变成人类看得懂的影像。It's not a fake color, but this is detected at a specific frequency, at a wavelength. So you can assign a color to it, and then you can distinguish objects that you detect at different wavelengths. 这就是天文观测的原理，但是拍摄黑洞需要更大的镜头提升解析度。他们串联智利、南极跟北极圈格陵兰天文台。In effect, we created a telescope as big as the Earth itself, and we had telescope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bserving the same point in the sky simultaneously, and then we combined the data, and were able to then resolve the structure around the black hole. 光事实上它也会被黑洞吸进去。那它在被吸进去之前，它必须要在黑洞外面有的会在那边绕很多圈，形成这个光环。这个光环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影像。黑洞研究计划没有停止。2023年4月，他们又在《自然》期刊公布黑洞吸激流跟强大喷流照片，进一步切开黑洞的神秘面纱。但是它代表什么意义还是未知数。我们对宇宙有千百个问号，或许科幻电影能满足想象，实际上却得靠天文学家花上数十年寻找解答。